帮我们茶友会友啊带路啊，可以这样子说。哎，终于有声音了！张老师你好，张老师好。大家好，赶快让张老师看一下。张老师，你看我在喝什么茶？你看这个是2005的熟茶，张老师。哎呀，永乐园。给老师看一下，哎，这个张老师，他这个很高雅的这个香啊和柔和的这个茶汤哦，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啊，05年的。你看现在我的这个茶饼哦，我这样子拿着哈，那个香它一直涌上来那个茶香，好像是6分半熟吧。哦。6分半7分还不到7分这样子的，特地的就是张老师他们当时呢就是预计啊，让他在马来西亚这边收藏一段时间过后就是还保留了一些这个茶的一些比较高香的一些和它的那个甜香的那个茶特色这样子。后来张老师好像是告诉我这个呢就是现在冰岛区域的那个原料来的，当时还没出名啊，比普通的好像是要2倍的价钱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要买，所以当时也买了不少吧。现在我可以告诉张老师，这个是超值啊！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是你找得到吗？这种茶，非常的好，感谢老师，感谢老师。感谢，彼此感谢，是大家的缘分，不是我的缘分，是大家的缘分。张老师啊，当初你是这个茶协的初创时期的一个成员嘛？当时和现在比，那个喝茶的氛围有什么差别呢？很白说很惭愧，我很少时间参与那个茶协的活动，就是有时候偶尔会支持一下展览的时候，因为我也在忙着我自己的考的了。所以呢，有时候就会去串门子一下。不过呢，在那个微信上看到那个有 group 嘛，所以就觉得说，有新生代出来了，挺好的。然后也关注到有举办过一些活动，比如说茶席啊，茶席设计啊，比如说泡茶比赛啊。我觉得在马来西亚推动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真的太感恩有这茶艺协会在推动这些，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跑得太慢了，跟中国比起来真的是慢很多，然后信息也没有那么直接。虽然现在是网络时代，但是毕竟很多人还是没有办法去分辨哪些信息才是正确的，或者是哪些信息即使是最快，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辨识上、认识上还是会比较慢的。就是谣言跟真相都一直在很高速的在传播嘛，所以其实我们要分辨到底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的，那个时间更多相对以前。那是的，茶艺协会啊，它前面的冠名是吉隆坡茶艺协会啦，就是这样，是不是说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茶艺协会呢？还是？当初初创的时候，只是刚好大家都是吉隆坡人，然后就成立一个吉隆坡茶艺协会。先把这个问题让张老师，因为张老师是创会元老来，张老师讲一下当时为什么用吉隆坡这个地缘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应该是我们要访问一下邱老大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他那时候是创会会长。是我只是那个时候在负责培训的，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除了有吉隆坡茶艺协会，然后有槟城茶艺协会，所以这种情况可能是的。那个时候我们是因为有一些因素，所以必须用吉隆坡茶艺协会这样子。现在的情况就是有没有一个马来西亚茶艺协会，或者是马来西亚冠名的一个？茶商工会还是茶艺协会类似这样的全国性的组织有吗？因为我们也在弄一些章程方面的跟我们的这个注册官那边的互动。现在我们有一位理事他就介绍了这个义务律师我们的理事呢其实是
大多吴雅烈，他也就是新州的前老总啊，他刚刚退休啊，新州日报的前老总。那么是我们这一届的理事，他就介绍了一位陈律师，那么义务的来帮忙我们。在过程中呢，我也了解到，如果我们有5个分会啊，就是5个不同的州属的地方都有了这个分会，然后那边也有人也有一个组织，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组织一个被冠名为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茶艺协会这样子的一个单位。我们的资源目前的话可能暂时只足够于吉隆坡和西莱俄这边来搞我们现有的这个要进行的东西。那么你说往后呢，这个马来西亚茶艺协会的话可能就下来吧，看看其实这肯定就不是这一届了，再加上这样子的一个疫情啊。会长刚才这么提起，我记得当初就是因为有客观的因素存在，然后为了要快速成立，所以呢就用了这个最快方便的一个方法。对对对，因为现在成立全国性组织相对来讲，它的程序会比较麻烦，还有比较慢一点嘛，这个过程是，甚至每一次会员大会的时候都要很落力的去邀请大家回来，投票之类的呀。还会担心那个流产呢。对对对，很多学会现在都很担心那个会员大会会流会，那流会就很麻烦。张老师啊，你在中国那边怎样啊？现在可以介绍一下你现在的近况啊，还有你现在的茶室啊。现在你是在你的那个营业的那个茶室吗？我现在是用售后的方式在进行，就是也。现在在谈这一家餐厅，然后它有空间要做尝试，然后呢，他会请我做那个坐镇，茶这一个板块，那就恭喜恭喜啊！然后现在是以合作的方式在进行，间中有在做一些课程，茶道的课程，然后当然在买卖茶是都有的，还是一句话。中国实在是很竞争，这样你本身之前是在马来西亚嘛，然后你现在去到中国，这样你对马来西亚茶文化的那个看法就多了一个维度的一个观察点嘛？你觉得我们马来西亚茶文化相对于两岸三地，就是大陆啊、台湾啊、香港啊？我们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我觉得我们的最大特点是多元化文化，多元化民族国家，所以我们自己可以继续的在保持我们一些很传统的一些泡法，或者是一些我们在茶的一些思维模式。所谓的思维模式，就是比如说我们是比较包容性的，我们也比较开放性的。也比较容易创新性的，就是那个历史包袱没有这么大，尤其是在做茶食这一块，然后对茶的一些了解，或者是对一些文化上的一些出发，或者是思想上，我们就那个包袱没有这么大。但是呢，相对来说，就是我们的一些基础文化基础，在理论上，我说的是在理论上，会比较薄弱，所以在理论上比较薄弱的话，我们就比较难以去理论跟现的东西把它贯通在一起，把它变成说一个非常有系统的，那就是我们现在马来西亚大部分面对到的问题，但是就是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避开这个，我们去用比较属于现代的那个，或者是比较科学的角度来谈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来出发这件事情。我做一个比方，我自己，我拿我自己来做一个比喻。如果说论国学这一些孔孟道可能就是真的没有这边的人，尤其是西安的人，人人上道的，人人上道的，那我能做什么？我也在做茶道呀。那我的茶道里面，我就会把它植入了，已经进入了不是术的层面了，是已经是在道的层面了。所以这个就是要加强自己在道的那个体悟，甚至透过道的层面去达到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去让他透过这个泡茶过程中，或者是透过这个茶道的过程中，去体现
这个道的价值。那这个里面就要贯穿一些方法，比如说我的长处是贯穿了佛法的一些方法，再把所有的宗教的文字全部已经把它放一边，现代，然后再进行里面茶道里面，让人家怎么样，让参与的人怎么样去降低他的焦虑，然后怎么样提升他的愉悦感。你在于中国那边的一个实地的经验，就是在茶文化方面，除了形而下的一个品饮以外，然后更注重的是形而上的那种内涵嘛，那种内涵，然后可以带给茶人的不一样的体验了，关于这一点呢，我希望说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个主题专访，关于这一块的东西了。谢谢张老师啊。刚才听了张老师说的之后我就觉得说，的确，我们喝茶的人，除了喝茶解渴，也有把这个喝茶喝健康，然后呢，把这个茶如何泡出它的本味，泡出它的特色，这个茶艺，然后呢，再来的就是茶文化，那么也包括一些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好像说我之前呢这段时间浮现了几个字就是茶的话过之不及都不可以，那么2个字呢那就是中庸那我们的茶具和我们的茶有很多时候呢也不是价钱的问题，是很喜欢的或者说一些特别因缘的那么我们也要好好的保管就不要这个损坏，也是2个字叫珍惜。我们的茶具也有被不小心弄坏的时候那么真弄坏了也不管你是几万的还是几十万的，还是这个传家宝的那么我们也必使自己的2个字，那就是放下。所以从中庸、珍惜和放下你看我们这个借一点这样的中华文化，它也融进了我们的这个泡茶的过程中。所以张老师刚才说的我们也期待说张老师以后怎样来帮忙我们这边马来西亚的也沾一点那个张老师的这个智慧和学一点这方面的东西张老师也讲得对啦，就是模仿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嘛。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既然是在南洋是南洋的东西，我们就搞这个东西变成说我们也不需要所有的东西都在模仿。